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新赛季 Next 版本的更新。先说新英雄洛林啊，这个辅助我不一定会出一个专门的视频，因为太简单了啊，所以先给大家讲一下技能。这个辅助当初设计目标就是想要一个非常简单、适合女生陪男朋友上分的可爱女辅助，所以它的技能非常的简单。被动技能自带一个装备不能出售，然后洛林在泉水里时可以选择一个队友英雄给他做一件装备，也就是给你的男朋友穿上你亲手做的衣服。然后这件装备呢有一些属性加成，且这个装备不占6个格子之一啊，不过自己的装备呢是占格子的。有一种和男朋友吵架怎么办？没有关系啊，回一趟家就可以把你做的衣服披到别的男人身上。另外，通过战场中不断用你的主动技能造成伤害和治疗，会叠加被动层数。到达1000层后，你自己的装备和送出去的装备属性都会升级，并且会强化你另外3个主动技能。一技能锁定目标造成伤害，并给周围的友方英雄回一口血。强化后的一技能施法范围提升至 125%。二技能向指定方向打出伤害并减速，然后原地会形成一个 AOE， 短暂延迟后会造成眩晕。强化后的二技能眩晕范围提升至 125%。大招全图队友加血2次，并对加血的目标周围造成伤害和减速。强化后的大招会给被加血的目标免疫减治疗，持续3秒。可以说二技能是唯一一个需要秒起来的技能，其他技能都是点一下就释放。即使你追不上你小哥哥的走位，你做的装备依然一直穿在他身上，危机时刻点下大招还能帮他反杀。接下来说说翻新的4大英雄兰斯洛特、奥黛塔、隼还有神乐。兰斯洛特最核心的修改就是他的一技能，现在穿过多个目标时，只有第一个目标脚下会有那个圈，所以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走 S 线滑了。另外调高了1、2技能的蓝耗，希望他去打野位，而不是在线上金币路欺负射手。但是我认为兰斯出一个回蓝血在边路还是很舒服的。另外3个兵加一个敌方英雄，直接滑4下攒满被动，而且兰斯被动可以提高他所有伤害，包括淘汰。奥黛塔最核心的修改就是他现在的大招自带位移，虽然伤害有所降低，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优化，除非你遇上了库弗拉和麦西塔尔，你可能都放不出大了。另外还增加了他2技能的宽度，并把后续调段的效果改成了和被动一样的自动锁目标。之前往垂直的角度放2个球真的很反人类。隼最核心的改动就在于他现在的普攻也可以叠加被动标记，并且可以享受被动的伤害加成。另外大招会优先攻击有标记的目标，并造成额外的伤害，可以通过操作在团战中打到你先想打到的目标。但是如果多个目标都有标记，还是会散开来打。另外也是为了让隼去打野，而不是在金币路上欺负射手。现在隼的一技能打小兵不能回能量了，所以你不拿蓝 buff 会有点难受。另外野怪也可以挂被动标记，是为了增加隼的打野速度。还有一点就是2技能发射影子速度比原来快了一点。神乐最核心的改动就在于大招现在 1.5 秒就能拉回来，之前要 3.5 秒，而且即使第一段大招没打中，第2段也会拉。简单来说就是降低了它的操作难度。还有就是1技能宽度、速度、长度都有一定提升，但是所有技能伤害和减速都有一定的削弱，不然它就待在班位上下不来了。还有几个这版本改动比较大的英雄，第一个阿格斯，大招 CD 大幅降低，大招持续时间从5秒降到4秒，总的来说绝对是加强，大多数时候根本用不到5秒的无敌。第二个伊赫，现在大招可以被打断了，但是1技能如果中心区域命中目标会减少1技能的 CD， 然后获得一个加速。现在伊赫可以去追求 45% 满 CD 的装备了，你可以不停的放1技能。另外大招被打断后也可以更快拥有第2个大招。第3个奥利，前期被动数值削弱，但是后期更强，1技能可以解除减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现在2技能砸小兵也可以获得层数了，而且砸英雄和野怪现在可以获得3层，也就是对线时连人带兵一起砸，可以直接点满6层被动。但即便如此，这6下你不一定都能 A 出来啊，稍微拉扯你一下就看不着了。所以现在奥利依然活跃在野区，打野奥利甚至已经上了职业赛场。第4个波波，看过更新公告的应该一目了然啊，就是削弱了波波的辅助能力，然后加强输出。
让他从辅助位变成射手。狼的生命值也变成了基于波波物理攻击力的加成，不能再出肉了。第5个纽特，削弱了数值，现在魔法穿透不生效了，但是物理穿透全额转化成魔法穿透，所以没有必要去叠穿透了，出装按正常的射手出就行了，只是打出来的是魔法伤害而已。另外大招现在也成了和分身换位子，并且在开启大招和换位子的时候，这2次都可以减半1号技能 CD， 从而不停的释放技能，保证自己高攻速状态。另外在极限情况下，就是叠满 45% CD 并买破碎流年，你开大只要杀一个人或者蹭到一个助攻，你的大招就会在结束之前立刻转好。当然我不推荐这么玩啊，会牺牲掉一部分输出装备。剩下的英雄改动呢都是小改动，自己看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还有就是大部分射手的加强，总体就是加强了一些弱的射手，还有降低了一些射手的打野能力，以及增强他们的对线能力。下一块就是打野伤害的修改，官方想让更多的射手到金币路来，而不是野区，所以打野刀的额外伤害改成了基于自身生命值的加成，并且这个射手只能造成1半的打野刀伤害，并提升了野怪总体生命值。所要达成的目标呢，就是让其他的打野英雄速度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削弱大部分射手的打野速度。为什么说大部分？因为还有2个射手依然可以打野，官方对于这2个一直在野区的射手做了专门的调整。第一个李舜臣从射手刺客变成了刺客射手，所以他不再受打野刀伤害减半的影响。另外现在李舜臣呢也可以出百战神斧了。第2个格兰杰一技能的伤害对野怪增加90点，让他的打野速度和之前差不多啊。另外打野刀加成改成最大生命值，也是希望能出现一些坦克打野，但是其实大多数坦克英雄在设计时就不是打野的思路，所以现在满足打野要求，打野速度快，机动性强，有控制有伤害，其实只有一个霸下。也许以后会有更多坦克打野走上舞台。为了加强射手，还有一些改动，也跟大家汇总一下，有些可能是之前就改了的。第一，金币路外塔内的英雄受到伤害减少 15%， 在神话段位的排位中这个值是 25%。第二，略微增加了所有防御塔的射程和大部分手短射手的射程。第三，金币路的炮车额外金币变多了。第四，远程英雄打塔皮的伤害变高了。第五，风雨者、狂战士之怒、石头棍棒的价格降低了。第六，淘汰的基础伤害值降低了，脆皮不容易被秒了。第七，射手的天赋第2行 5% CD 改成了 6% 移速。第八，远古铁甲包括合成小剑，他们的被动从受到普攻降低敌方攻击力变成了受到技能降低敌方攻击力，这点是我改的啊。我们游戏针对普攻的装备实在太多了，比如护甲鞋啊、统御啊、反甲啊，还有刚刚这个之前都是针对普攻英雄的，这也导致了技能流战士强于普攻战士，还有射手的伤害呢也打不出来。虽然但是啊，我个人还是认为这些改动还不够，不知道未来大家在高分段中能不能使出边路射手。我现在感觉是射手击毙度依然不够强，后续可能还会更加进一步的修改啊。最后就是主城界面的优化了，以及上线了新的清理系统，这点之前就有很多玩家建议了，现在终于做出来了。我们游戏一直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希望大家在新版本中玩得愉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